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，我是 Susan。我们在移苗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提到间距，就是两棵苗之间的距离，如果太近了呢，很多菜都长不好。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几种我们经常吃的菜，它们呢更喜欢挤在一起生长，而且挤在一起呢口感更好。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中国芹，这一丛中国芹呢是6-7棵苗种在了一起，而且整块地呢种得非常密，量也非常多，和我在家里的小菜筐里分批少量的种植呢完全不同。虽然这些芹菜也是提供给家庭食用，不过地的主人呢非常有种植经验，而且他对芹菜的质量呢要求很高。中国芹杆子细，纤维多，而且味道浓郁。只要稍微长老一些呢，不但口感不好，而且呢吃起来还会有一点点的发苦。所以中国芹好吃的关键就是要嫩。把中国芹这样一丛一丛的密一点种呢，可以互相遮挡阳光，特别是在这种没有遮挡全日照的地方，即使没有遮阳，芹菜也不太容易长老，浇的水呢也不那么容易被蒸发。再来看看我的中国芹，对比就非常明显了。这些呢都是掉的种子自己长出来的，所以基本上是一颗一颗的长的，每一颗周围都有足够的空间，所以叶子都不是向上，而是向四周分开来长的。每棵之间呢也至少有10几公分的距离。这些芹菜呢也不能说它长得多不好，我也陆陆续续的吃了一冬天，就是感觉呢不那么水灵，一根一根都干巴巴的。这样对比一下，是不是就更明显了？我种中国芹呢都是直接把种子撒在菜筐里，不过从下一批中国芹开始呢，我也要改变种植方法，把它们密密的挤在一起种。特别是天气渐渐热了，非常晒，对于喜阴的中国芹来讲呢，挤在一起生长会更好。接下去的这种菜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和芹菜很像啊？大家仔细看看它的叶子，这是我们常吃的香菜，它的叶子和芹菜还是有区别的。大家可以在这里暂停，仔细的辨认一下。香菜挤在一起种的原因呢，和芹菜一样，都是为了口感更嫩、更好吃。如果仅仅是用香菜来做调料，那要求就没那么高。如果是用来凉拌或者是涮火锅，那么长老了的香菜啊，真的是无法下咽。当然是这种又嫩又新鲜的好了。就看您是怎样吃香菜的了，如果用量比较大，就这样密密的种上一片吧。我家的香菜用量不多，所以我只种几棵，不过每棵都能长很大，也能吃很长时间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种植条件选择密种，或者呢是一棵一棵的种。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种植经验和种植方法，我们呢可以多多参考，然后选择一棵适合自己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种菜是小叶茼蒿。茼蒿呢不是一丛一丛种的，而是在土上呢密密的撒上一层种子。由于种的比较多，采摘的时候呢就直接一片一片的直接割，不像我们菜园地方有限，还要考虑怎样采摘能够多吃几茬。茼蒿也是因为有特殊的香气，特别是小叶茼蒿味道更重，挤在一起种呢，大家看看它的杆子就会更嫩，而且味道也更加柔和。这是我在家里用花盆种的茼蒿，也密密的种了一盆，长到一定高度就可以采摘了，虽然不是很粗，但是非常嫩。把茼蒿分开种，只要时间对、水分足、营养够，它也能长得很嫩。不过杆子就长得没这么长了，它会长得矮胖矮胖的。这棵自己长出来的孤零零的茼蒿，虽然和我前面盆栽的茼蒿呢是一个品种，不过叶子的长度、大小、宽度都相差很多。您是喜欢吃细细长长的茼蒿，还是喜欢吃矮矮粗粗的呢？接下来呢就是各种油麦菜、A 菜，还有呢能长大棵的各种生菜。它们的特点呢就是分开种都能够长很大棵，而且啊它们都会长像莴笋一样的茎。不过呢我们最主要是吃它们的叶子。由于它们都能长很大棵，所以会占用更多的空间。如果我们的空间不大，把它们2-3棵、3-4棵种在一起，会长成什么样呢？现在我就拔几棵给大家看看。这些挤在一起种的，它们的叶柄的颜色都非常淡，都是嫩嫩的黄绿色。由于挤在一起要争夺阳光，所以它们的杆子呢也相对长一些。这几颗细一点的就更嫩了，我们拿的时候啊要轻一点，叶子一碰就断，非常脆。你喜欢吃这么脆嫩的生菜、A 菜、油麦菜吗？
那就把它们挤在一起种吧，而且还能省点地方呢。这是单独长的一大颗，是留种子用的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叶子的区别。接下去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韭菜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。韭菜没有一根根种的，都是几根挤在一起。那到底是几根种在一起好呢？有人呢把2、3根种在一起，有人5、6根，我呢喜欢更多一点，10根左右。分根的时候把10根左右种在一起，第一批呢才会长这么一小丛，种的太少了会让人等得很心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常吃的青菜。青菜呢，我们都是一颗一颗的分开种的。不过如果您有多余的种子，也可以多撒一点，把它们密密的种在一起。挤在一起种的青菜呢，就成了我们非常喜欢吃的鸡毛菜。鸡毛菜就是青菜的小苗，由于它们挤在一起长不大，又很嫩，所以非常好吃。收获的时候就不能像青菜那样，要么掰叶子，要么整颗采收。我们就这样齐根剪掉就可以了。您是喜欢吃一颗一颗的青菜呢，还是喜欢吃细细嫩嫩的鸡毛菜呢？今天介绍的几种菜呢，都是大家常吃的，不是只有充足的空间才能把菜种好。如果您的空间不大，这几种菜完全可以种起来，因为它们喜欢挤在一起，挤在一起呢，还能让味道变得更好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